很多网友打趣，往后大洋航行，美军航母规划航线，第一件事就是要搜索附近的052D 的踪迹。这份8辈子难得一见的海军红利，我们有幸亲眼见证。我宣布，以后美国航母见了我们的船就得绕着走。你没听错，我说的不是福建舰、辽宁舰，甚至不是055万吨大驱，而是052D。这美国航母听了得啥反应？妈的，感情从今以后老子只要在西太平洋撞见中国军舰，就得撒丫子开路了。最近央视制胜一段镜头一出，全网军迷集体沸腾，我连着刷了几十遍，心里只剩下一句又一句：我的发！052D 驱逐舰正式曝光发射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说到这儿，很多家人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有多逆天。咱们先来梳理一段沧海桑田的往事，大家瞬间就能读懂这场格局巨变。2016年，南海仲裁闹剧喧嚣尘上的时候，美国直接开出双航母战斗群驶入南海，耀武扬威。当时我们的海军主力捉襟见肘，面对敌方航母舰队，只能咬牙硬扛。后来呢，辽宁舰入列，我们终于拥有第一艘航空母舰，美军航母依旧可以从容抵近侦察，时不时还上门挑个衅。等到055万吨大驱批量服役鹰击20这款航母杀手官宣上舰，西方开始心头一紧。但是他们还心存侥幸，没关系，鹰击20是055专属的利器，055数量有限，威慑范围可控。可如今剧本彻底反转，本身定位防空护卫的052D 直接解锁鹰击20。我想问一句，052D 你是不是有点摆不清自己的位置？你属实有点飘了。在所有人的固有印象里，052D 是个什么角色？航母战斗群的带刀护卫，它的本职工作本来就是区域防空、反潜警戒，说白了，编队里的防御担当。这谁能料到这名专职防御的护卫，现在直接扛起远程进攻的大旗，发射起了本该属于055万吨大驱的王牌武器鹰击20。你把055的活给抢，那8艘055万吨大驱以后该干点啥呢？难道安心的当编队后勤观光舰吗？我是白饭大招，欢迎来到老友记。很多观众此刻只看见新式武器亮相，但是今天咱们跳出装备参数的表层，用易经的道理，100年海权的兴衰历史，聊聊这件事背后西方智库连夜开会都想不通的底层逻辑。周易系辞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曾经我们欲与海防薄弱，只能被动防御。如今武器平台通用化，杀手锏规模化，正是攻守之势逆转的最好印证。孙子兵法讲，最好的防御它就是进攻。古人1000年之前参透的道理如今正在西太平洋的海面上上演。鹰击20，江湖人称航母杀手，采用双锥体滑翔弹头，走钱学森助推滑翔弹道。外界预估有效射程1000至1500公里，中段在临近空间持续滑翔，飞行途中能够持续机动变轨，蛇皮走位，末端俯冲速度最高可达10马赫，搭载预估500公斤级半穿甲高爆战斗部。一旦开启近乎90度垂直灌顶攻击模式，一发入魂，足以击穿航母飞行甲板。不少网友开玩笑，这种打击效果如同筷子戳豆腐，摧枯拉朽。把它放在055万吨大驱上边搭载，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应当。在西方情报机构多年的预判报告里，重型高超音速导弹只能塞进055宽大的深坑垂发单元。西方专家笃定052D 垂发尺寸有限，不可能兼容这款巨型导弹。结果央视镜头一出，直接把西方多年的研判报告撕了个粉碎。最恐怖的数字来了，咱们建议的052D 驱逐舰已经突破30艘。算上已经下水等待列装的舰艇，总数即将逼近40艘。老实说这种规模的高端反航母火力配置咱们8辈子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放在20年前我们全军能够远程打击大型海上舰艇的装备屈指可数。现如今30-40艘驱逐舰理论上都具备搭载千里之外狙杀航母的能力，不用全部倾巢出动，只需要3-5艘052D 结伴远洋巡航，产生的战略威慑足以让任何海上对手彻夜难眠。咱们国内观众看得眼前一亮，大洋对岸的五角大楼
只能眼前一黑了。这里很多人产生第一个疑问：明明052D 主打防空，为什么还要配备鹰击20这种进攻型重器？答案就是兵家永恒的真理：最好的防御它就是进攻。所有人都以为052D 只是编队护卫，那谁能想到这名护队腰间佩戴的不是短臂，而是一柄青龙偃月刀。说起青龙偃月刀，关公斩颜良、诛文丑，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放到现代海战语境下，千里之外锁定海上大型舰艇，精准狙杀，对于解锁鹰击20的052D 而言，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在外人眼中艰难无比的远程反航母作战，在完善的体系支撑之下，不过如同探囊取物。说到这儿，很多人的认知还仅仅停留在导弹很强的表层。今天咱们再深挖一层，这件事真正颠覆全球海权格局的关键点，根本不是导弹本身，而是武器下放、规模化普一经太挂奖，天地交而万物通。说精锐独有的王牌只能制造局部威慑，当王牌武器批量下放到主力舰艇，才能重塑整片海域的游戏规则。过去西方海权思维根深蒂固，高端杀手锏必须装配少数顶级战舰。美国海军思路就是如此，高端装备优先集中部署，依靠少量精锐平台形成威慑。他们长期用这套逻辑衡量中国海军，理所当然判定鹰击20这种重型高超弹只能少量装备055。西方智库推演海战的基础模型全部建立在仅有少数战舰可以发射高超反舰导弹上。如今052D 全面解锁，意味着他们耗费数年搭建的推演模型全部作废。这才是五角大楼彻夜紧急开会的根本原因。开会干嘛？一方面紧急修改作战方案，一方面相关专员立刻拿着这份重大威胁报告跑到国会敲竹杠，索要更多的军费预算。很多网友调侃，五角大楼会议室披萨管够，只要我们新装备亮相，他们就要通宵加班。接下来咱们继续推演现实博弈。美军航母舰载机实战作战半径大约800公里，鹰击20预估射程下限突破1000公里。换算成普通的海战语言，我方搭载鹰击20的驱逐舰，可以在航母舰载机触及不到的安全距离，单方面发起远程狙击。对手想要进攻，必须冲进我方导弹打击圈；想要规避打击，就必须放弃干预海域，持续后撤，进退两难。这就是非对称拒止力量的威力。这时候弹幕一定有人会问：美军拥有宙斯盾防空体系，难道拦不住鹰击20吗？实话实说拦截难度极大，几乎不存在可靠的拦截手段。3大痛点无解。第一，轨迹无法预测，传统反导系统所有算法都是针对固定抛物线弹道设计，双锥体滑翔弹头在临近空间持续不规则机动，雷达捕捉到的航线瞬息万变。就算舰载计算机全速运转，也难以预判下一秒弹头的位置。第二，末端反应窗口极度短暂，末端俯冲速度接近10马赫，距离目标10几公里的时候，留给近防系统的时间不足1秒钟。舰艇密集阵近防炮管还没来得及抬升，打击已然降临。第三，攻顶打击直击舰艇防御盲区，任何军舰雷达都存在天顶的死角。头顶方向探测拦截能力天生薄弱，从天而降的从天而降的灌顶攻击，恰好命中防御最弱的位置。咱们再聊一聊毁伤能力。10马赫是个什么概念？物体高速运动之下，动能恐怖至极。理论上，就算弹头不装填炸药，仅凭金属弹体高速撞击，都能对军舰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堪比小型陨石撞击。更何况鹰击20搭载半穿甲高爆战斗部，击穿舰体外壳之后进入船舱内部引爆，触发连环爆炸。只要命中1、2发，哪怕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也会彻底丧失作战能力。还有多方研判，鹰击20大概率具备模块化战斗部改装潜力，根据任务切换载荷、反舰对阵打击灵活调整，战术弹性进一步拉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00年之前，西方列强只需要几艘铁甲舰开到我们家门口，架起大炮，就能逼迫腐朽清廷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那时候我们有海无防，万里海岸线形同虚设，海上话语权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
时代轮转，沧海桑田，如今局势彻底反转。对手的航母战斗群想要抵近第一岛链，必须反复计算导弹射程，再三掂量风险，甚至不用等到导弹点火发射，仅仅是垂发舱盖打开，都足以让对手心惊肉跳。道德经讲，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我们大力发展海上远程打击武器从来不是主动寻求冲突，我们追求和平，但是和平从来不是靠退让换来的，足够强大的威慑才是长久和平的基石。前段时间巨浪3潜射导弹试飞，飞行8000公里，精准命中靶标。紧接着央视放出052D 发射鹰击20的镜头，大国重器接连亮相。很多网友感慨，我们对外展示军力，似乎完全不考虑对手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有观众好奇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新式装备陆续公开？说实话，我也无从猜测。接连不断的重磅消息让我只能持续发出惊叹。这里我们厘清一个非常容易陷入的认知误区。很多人觉得武器亮相就是秀肌肉、主动挑衅，这是典型的西式霸权思维。西方的逻辑我展示军力是维护秩序，别人展示国防力量就是威胁，双重标准一目了然。中国智慧讲究什么？止戈为武。武力存在终极目的，是制止战争。当对手清楚明白贸然挑起冲突需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才会静下心来选择谈判，克制冒险冲动。放在西太平洋海上博弈之中道理一模一样。曾经美国航母战斗群是域外势力干涉区域事务的核心筹码，未来呢，数十艘可以搭载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驱逐舰将持续压缩航母战斗群的活动空间。很多人只看见052D 抢到了055的专属装备，却忽略了整套海军体系的进化。单一导弹威力有限，但是卫星侦察、远程预警机、海上无人机、水面舰艇组网，形成完整的目标搜索、信息传输、导弹打击闭环，才能真正发挥鹰击20的全部威力。如今052D 普及鹰击20，标志着远程高超音速打击能力从少数精英平台的杀手锏进化成了可以大范围铺开的常规威慑力量，这是质的飞跃。说完装备历史跟战略，我们落地最现实的问题：这套新格局会带来哪些变化？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当下的海洋博弈？第一，海上博弈的成本将彻底改写。过去想要威慑航母编队，只能寄希望数量稀少的055，现在30余艘052D 加入远程反航母阵营。对手想要规划军事行动必须假设每一艘遇见的052D 都搭载鹰击20，这种未知性带来的心理压力远比明确的兵力清单更加恐怖。第二，第一岛链内外力量平衡持续倾斜，美军航母传统安全活动区域持续收缩，想要维持干预能力只能不断后撤。远距离部署带来补给、调度、情报一系列难题，长期部署成本持续暴涨。第三，地区小国必须重新站队权衡。以往依靠美国航母撑腰的周边势力会清晰地看见外部航母编队的避火不再牢不可破。地缘博弈之中不得不更加谨慎，主动规避激化矛盾。同时呢，我们也要客观理性，拒绝无脑轻敌。高超音速导弹不是万能神器，现代海战是体系对抗，宙斯盾系统、电子战、舰载预警机、核潜艇依旧构成多层防御网络。威慑存在不等于能够轻松取胜。孙子兵法告诫我们：勿视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也。咱们亮出重器依旧要稳步推进海军建设，持续完善侦察、通信、反潜、防空整套体系。还有很多家人们关心，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舰艇兼容高超音速导弹？按照通用垂发持续标准化的路线来看，答案大概率是肯定的。HT1 通用垂直发射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模块化、通用化，一款导弹适配多款舰艇，降低研发改装成本，这也是下饺子模式战斗力爆发的底层密码。回过头再看052D 试射鹰击20这一幕，表面只是一枚导弹腾空而起，背后呢却是百年海疆攻守轮回的史诗转折。周易所言，否极泰来，近代100年我们深陷有海无防的困局，属于中华民族的否，而如今利刃下放，剑阵如云，正是国运健昌、海疆安宁的泰。
100年之前，列强凭借几艘铁甲舰便可扣关胁迫，一纸条约，山河蒙尘。100年之后30余艘052D踏浪深蓝，千里雷霆蓄于垂发之内。曾经别人依靠航母舰队划定海洋规则，如今我们手握规模化远程拒止之力，重新守住自家蔚蓝国门。很多网友打趣，往后大洋航行，美军航母规划航线，第一件事就是要搜索附近的052D的踪迹。这份8辈子难得一见的海军红利，我们有幸亲眼见证。当然，威慑不等于穷兵黩武，《道德经》警示世人：兵者不祥之器。我们亮出护国利刃，所求从不是掀起战火，而是止戈为武，让对手明白挑衅的代价，以强大实力换取长久和平。最后留给所有家人们一道思考题：当数十艘主力驱逐舰全部具备千里狙杀大型舰艇的能力，西太平洋沿用数十年的海上博弈规则将会迎来怎样翻天覆地的改写？欢迎你把独到的见解留在评论区一起探讨。我是白帆大招，点赞关注，下期再见。